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3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54.60，收盘价是282.76。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84.99，最低价是在251.27。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33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2.13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45 倍，抱有大的成交量。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是上穿了慢线，双线是继续上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上，或者也预示着股价即将开启上行的走势。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回档后的反弹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那么开盘之后股价即被迅速拉抬。那在盘中，股价是一直震荡上行，不仅重新回到5日均线值的上方，同时也超过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那上方呢是在285附近遇到了压力，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顶部的附近，生成了这样一根含有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并且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那么我们会看到出现这样一根 K 线，然后收盘价又站上了前一个交易日的最高，也就是278。那这个位置呢，是我们之前定义的股价向上突破的一个重要标志位。那么站上这个位置呢，将会瓦解这根直涨的信号 K 线。那目前股价已经突破了这个位置。那么我们说这将预示着后续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上行的走势。那么股价进一步上行的走势，它的目标就是要站上292。我们会看到这也是一根直涨的信号 K 线，是在3月27日生成的。同时呢，这根 K 线也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那所以说，那么股价继续上行的目标就是292。那一旦这个位置被站上呢，我们会看到上方会继续出现头高，那下方我们会看到已经有底高，已经有3个点了。上方是有2个点，一个是在3月1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还有一个就是3月27日这根 K 线最高。也就是说，目前股价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那经过这一波回档，股价如果再能够站上292呢，将会继续确认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那么股价呢将会继续上行。那么在这里我们想补充说明，例如我们在提到 MACD 这个指标的时候，提到过双线上行，然后出现更长的绿柱，这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那在这个地方提的多头趋势和我们目前建立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不是就是说不是一个多头，对，或者说是我们在 MACD 说的是继续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是说目前股价现在从特斯拉历史最高到目前，这是一个空头趋势。那么
继续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呢，我们说要站上304，瓦解这个空头趋势，才能够建立多头趋势。那目前呢，只是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建立了这样一个小的短期的多头趋势。所以说，在 MACD 我们说的多头趋势呢，和目前的这个小的多头趋势不是一件事。好，那么我们再继续向下说。好，那么目前股价出现了这样一根我们可以认为是反转向上，也就是在当日生成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但是我们会关注到它开盘的时候股价是在20日均线之上方，然后呢，经过一个股价经过回踩。实际上是在250整数关口这个位置是遇到了支撑，然后呢，股价被一路的拉抬到目前的这个位置，所以这是一根反转向上的一根K 线，在抱有大的成交量，那我们认为股价日后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的解读。好，我们再来看，那么目前股价有没有回档的可能？目前新生成的这根 K 线，它的最低在251附近，那么这个位置将会成为日后股价回档的强支撑，也就是这根 K 线它的实体部分的中线，例如在269附近，或者我们取整数270这个位置。是一个强支撑，然后呢，251这个位置是强支撑。那这两个位置呢，我们认为是不容易被跌破的。当然，不容易被跌破，一旦被跌破，那么将会推动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下行。当然，除了这两个强支撑之外，还有各条均线值也是支撑。所以目前我们认为股价如果出现回档呢，下方的阻力是非常大的。好，那当然我们再去这个向后推演，也就是日后如果能够继续有多头力量的进入，一旦日后收盘价不管上方是否突破292，只要日后的股价能够站上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高，也就是285这个位置，那么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横盘或者回档这个区域，我们称为叫换手成功，那也将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上行。所以股价现在上行的两个位置，一个是285，一个是292，这是两个关键位置。下方251和270是强支撑。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两个可能是并列的，它取决于开盘的走势。那下行，我们预测股价收盘价会在261附近，或者是在247附近。对，这是下行我们给的两个点位。另外一个呢，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反弹我们预测收盘价点位会在281附近，是在这个位置。而实际在4月2日收盘价是在282.76，那股价是出现了反弹。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收盘价点位在281不仅是收盘价的点位相接近，同时呢性质也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都站上前高，也就是完成这个重要标志的突破，为日后股价继续上涨呢打下一个基础。那么对，但是我们预测的走势和实际发生的则完全不同。实际发生是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然后在日内出现了这样一个反转向上。
同时，我们还要补充说明啊，日内出现这样一个反转向上，有这样大的一个成交量，同时我们会看到这是一根实体长绿 K 线，并不是上方有长长的上影线，而这个上影线是非常短的，那说明目前是有多头力量进入的，也就是说买盘是站在了上风，对。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呢，也是标志着这根 K 线很有可能是一根齐涨的K 线，对。好，那么这是我们对之前预测的一个回顾。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日后股价的走势。那我们先来说上行，对于4月3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我们仍然把292和304设成第一个目标。那么目前要想到达这两个目标，那么重要标志位就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高285，这个位置被站上，那也就是说当日抱有这样大的成交量啊，叫换手成功，那么股价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那当然一旦股价站上285，我们认为292是很容易被突破的。但是呢，292被突破之后呢，在300关口附近呢，我们认为会遇到一个压力，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小的回档。好，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那当然304被站上，我们来看将会，也就是这个位置，将会瓦解特斯拉股价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那么股价又建立了小的，一旦突破这个位置，又建立了小的多头趋势，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上行。那第二个目标当然就是367，第三个目标是420，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的下行呢，我们现在先不做调整，因为我们会看到3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243啊，已经成为了前低。但是呢，这个位置是不是前低呢？我们要等股价突破292之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地方设定为前低，否则呢，这个位置对于目前的股价来说，也仅仅是一个反弹，很有可能它将会继续被跌破。对，所以这个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呢，仍然是217。但是我们会看到呢，目前除了243这个位置会成为一个支撑位，那么4月2日这根实体长绿 K 线抱有大的成交量，这根 K 线的最低251将是一个强支撑。好，这是在股价到达217之前的两个重要支撑，当然还有一个支撑是234，是3月2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还有222，对，当然还有各条均线值。所以我们会看到股价一旦出现回档下方的支撑还是蛮多的。那217如果被跌破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图形，那将会继续出现新的低点，那么股价将会继续沿着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会继续下行。那继续下行的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82，那182之后呢，就是下方的138，这是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3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那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止涨信号 K 线实体的下沿，是在264附近。那么在4月2日盘中
股价虽然是大幅的跳空低开盘，但是在开盘之后啊，股价即被迅速拉到了这个263上方，所以股价在盘中啊基本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好，那么到了4月3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我们想给出的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高285。其实285呢，之前我们曾经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压力位，例如我们会看到，我们回顾一下，在3月4日这根 K 线，这是一根抱有大的成交量的一根 K 线。那么股价下跌之后，我们会看到一旦反弹，285将是一个强压力。那么之前出现吊人线也是在这个285附近，然后之后的一个交易日呢，我们会看到最高也是在285，所以我们会看到啊，其实在我们长期关注这个 K 线的走势的时候啊，很多点位呢，这个重要的标志位呢，都有可能会重复出现。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285？因为有这样大的成交量，日后股价在盘中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那证明还会有多头的力量这个坚定的进入，那么股价一定会收在高位。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前高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回档的走势。所以在这个4月3日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285这个位置。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一直是守234，最后一次加仓是在3月24日收盘价278附近是最后一次加仓。那么之前我们一直没有给出过加仓的建议，那么到了4月2日收盘价是在282.76这个位置，我们要坚定的继续加仓，也就是5%加仓。那这样一来，我们的仓位将会到达20%，成本价由原来的254提升到262，也就是这20%的仓位，我们的成本价是262，是在这个位置。好，那么加仓之后呢，我们目前是这个获利的一个仓位。那如果我们说停利呢，我们可以继续守5日均线值，但是目前呢，这个空间还是获利的空间没有这么大，所以我们先只给出止损位。那么对于这个仓位，我们要给出的止损位由原来的234提升到243，也就是股价日后如果跌破这个位置，那么这20%的仓位应该是即刻止损出场。好，当然这20%的目标呢，我们是要日后继续加仓做多的。那么在我们视频当中啊，我们通常加仓会加到50%，50%我们叫全仓。全仓我们称为是能够使用资金的50%，我们称为全仓。那如果加仓到50%之后呢，我们会这个目标将会是满仓，满仓也就是说100%的可用资金全部投入到这只股票。所以现在我们加仓到20%，止损位在243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对这样一个仓位的描述。然后呢，如果我们再跟进一个仓位，如果在这个地方初次5%进场，我们给的止损位是守256，那么股价我们会看到在日后的 K 线收盘价都没有跌破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仓位也是会继续持有的。那么到了4月2日收盘价，应该是继续5%加仓。那这样一来，这个仓位的这个仓位总量将会达到10%。然后呢，止损位我们从256可以调整到251，也就是股价跌破这个位置，那这10%的仓位应该是即可出场。好，我们再来描述一个仓位，在这个位置，3月31日收盘价，我们也是给出了5%进场抢反弹，但是之前有仓位的，在这个地方我们是没有给出加仓建议的，只是初次建仓是在这个位置。对，那么我们给出的获利目标呢，是在270到276之间。那到了次日，也就是4月1日，如果没有获利出场，那么这个仓位应该也是一直持有的。我们当时给的止损位是243。好，那么到了4月2日，在这个位置可以继续5%加仓，那达到了10%。然后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我们要给出的止损位，是守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也就是251。好，那后几个仓位呢，由于我们没有做这个详细的跟进，所以我没有计算成本位。我们在后期的视频，后期的视频呢，我们都以这个20%的这个仓位为准，我们去继续描述。好，那么再补充说明，每一次，例如如果之前一直没有仓位，那么到了4月2日收盘价在282这个位置呢，是可以进场做多或者抢反弹的，目标是292上方。那么如果在这个地方进场，我们给的止损位有2个位置，一个是270，守这根 K 线的中线。如果想承担更大的风险呢，守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251。因为守这个位置呢是应该是不容易被止损出场的。好，那么后期呢视频每一次我们给出的加仓建议呢，都是这个初次建仓的位置。对，好，那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描述。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从292一直到上方的304，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然后他们的目标就是251，也就是要瓦解这根齐涨的 K 线。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292，第二个压力位是300到304，第三个压力位是330，第四个压力位我们取整数关口350，在这个位置，第五个压力位是367。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是从268到272之间。对，那么正好我们会看到，这个位置呢是这根 K 线实体部分的中线270也是强支撑，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呢将是股价回档的一个强支撑。好，那么接下来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在254附近，然后第三个支撑是251前低，第四个支撑是243，第五个支撑是234，是这个位置。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4月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么我们预测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的走势由于目前呢有这个
市场信息。那么出现这些市场信息呢，主要我们在回答这个网友提出的问题说了，就是说所有的信息啊，都是可以解读的，对。那么无论股价上行和下行，都会找到合适的理由来解释市场信息。所以在这里我们只看 K 线信息，我们不参考市场信息。因为目前在我们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是夜盘的时间，股价已经到达了是在265、270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由于夜盘的成交量呢是非常小的，它是一种恐慌性的一种很小这个交易量，所以呢没有，我们真正的要看等股价在盘中时段开盘以后，才会有真正的多空双方的力量进入，那么那个时候的股价才是真实的股价。好，那么我们给出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仍然是并列的，它取决于开盘的走势。为什么我们给出是并列的呢？因为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上涨又有这样大的成交量，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休息，出现一根休息的 K 线，也就是出现一个小幅的回档，也不排除是大幅的回档，对。但是呢，我们也不排除会有继续有多头力量进入，也就是说继续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所以我们给出的4月3日走势依然是并列的。好，那么我们先来说股价的继续上涨。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说是低开盘，那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73，在这个位置。上方呢会最高会到达295，对。然后呢收盘价会收在290附近。如果出现这样继续的上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73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上行。273我们取的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上限，是在这个附近，对。好，那么我们再来看股价的回档，如果是回档，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85，下方最低会回踩到264，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69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回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超过28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所以我们预测的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继续上行和回档给的幅度都是非常大的，因为目前还是有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会有恐慌的抛售，然后也有可能会有多头的进场来这个护盘。所以说呢我们给出这两个位置呢都是比较大的波动，但是我们也不排除股价会出现一个横盘的走势，也就是继续收盘价在280附近。我想呢，我把这个第三个这个位置呢，也就是横盘的这个位置呢，我们在视频的下面的说明当中，在第三个可能我们把它写清楚。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呢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